在南加州這片土地上，真正能令人驻足的家園並不多。這裡是尤伯林达，也是尼克松總統的故鄉，一個因寧靜、卓越學區與生活品質而聞名的城市。而這棟地中海風格的別墅，在這裡幾乎重新定義了精緻與品質生活。無論是室內的精湛工藝，還是那些獨特的寬敞用地，每一個細節都在訴說着長期居住的舒適與高雅。今天，讓我們一起走進這座尤伯林達市場中極為稀有的豪華別墅。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這棟房子呢，在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城市，就是尤伯林达 Orange County， 可以算是很多咱们华人对 Orange County 理解的一个门户城市了，就是什么 Brea 呀、Anaheim、尤伯林达。尤伯林达也是尼克松总統的故鄉，這個城市底蘊也是絕對夠的。這個城市其實豪宅是不少的，但是我們一直沒有機會找到一棟比較好的和大家分享。但今天鏡頭裡面現在看的這棟房子，我覺得是夠得上豪宅了。是，因為在600萬這個價位，其實在咱們開箱過很多房子的不同區域，在很多地方都能找到豪宅了。那600萬美金的尤伯林達豪宅是什麼樣？今天就帶大家來仔細看一看。從正門進來可以看見前面有一個非常漂亮的歡迎泉水，是一個長條的形狀。我們稍微往這邊走2步過來呢，這邊是行人的通道，兩邊都用這種矮的灌木叢，做了一個歡迎的走道。院子非常的大，佔地1英畝，所以它前後院都是不小的。那邊是它的motor court， 等於是鐵門，有一個自己車的鐵門，進來車道上停個3-4輛車沒問題。室內的話還能停個3輛車，有一個大小雙車庫。從那邊看，房屋的外立面呢是比較咱們可能華人比較喜歡的吧，就這種貼這種石塊啊，有點仿意大利風格的這種地中海意大利風格的這個建築外觀，包括很多院子裡面的這些棕櫚樹啊，對不對？以及這些步道啊、草坪啊，都整整齊齊的。因為這個街區它整體的治安環境非常的好，也比較安靜，也不會有什麼過車來回過。因為這個 cul-de-sac 那邊是盡頭。啊，我說怎麼這麼安靜啊？基本上就這幾家才往這邊來嘛。對，所以你小孩自己平時在前院玩都沒有關係的，沒有任何的影響。幾個台階上來，它其實院子裡面的氛圍燈啊、地燈啊，全部都做好。你看，從這一側感覺，你看灌木高的，隔壁其實有房子，你就根本就看不見了。哦，是嗎？就已經把整個的隱私做的是非常的好了。那話說之間啊，我們也就到了它正門前門的區域了。可以看到它這個房子的形狀呢，也是比較往後面做一些的。屋主也很用心啊，他買來了以後，他是15年買來的吧，就拆的可能只剩牆了，推倒基本上。後來17年才搬進來住，就你能看到的前後這些幾乎就都是新的了，可以說是。是嗎？但是因為他沒有說全推倒，所以他寫的房子日期不能按照17年那樣去寫。OK。然後這邊你可以看到，正好快到聖誕節了，視頻出來的時候已經是26年了，但是你可以看到這些門口的景觀樹，你知道你家還買什麼聖誕樹嗎？每年不用了，你就掛在這上面點亮了就好了。橄欖樹，好吧？是，雖然不是聖誕樹的那種松樹也 OK 了。前面很漂亮，沒話說。到正門了，非常漂亮的2個牆上的掛燈，典型的地中海風格、意大利式風格的這種拱門型的建築。進到正門，我們跟着鏡頭打開門，看一下它室內。正門其實進來呢，可以看到是一個比較典型的適合華人家庭或者是比較講究的進門的方式。有一個進來的一個比較正式的玄關，有一個窗戶直接可以看到後院的一些景觀，但也不是那種直對後院的門那種大包大攬的感覺。是，先過來呢，左右各一個通道，先跟我來這一側。那這一側呢，實際上是一個簡單的會客區域。那你可以看到屋主對裝修的選擇，包括一些細節還是比較講究的。你看一個簡單進來的一個落戶的會客區，所有的實木的牆板全部鋪滿，也有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 fireplace， 放在了這個會客的區域。進來朋友坐在這邊聊個天都是可以的，全部的音響也全部都是裝好的，還挺不錯的。而且我覺得特別漂亮的是這個地兒，你看。一個小過渡到這邊就全部都是 travertine 的石料了，那邊是木地板，這邊又回到石料了。是另外一個做的區域。OK。屋主說這個地兒是他後來自己加的。哦，加出來的。加了都是有 permit 的啊，今天所有就尺寸沒有說那種違章建築。然後也有一個 fireplace，你看很少見，是不是？是。這麼近，side by side就又一個，然後整體來講氛圍也不錯，也是這種 bifolding 的門，
可以全部放到門一邊，已經看到後院非常好的景觀了，沒有任何的問題，坐着很舒服。因為這邊兩邊有大大的窗戶，所以你整個這個空間的陽光是非常溫暖的。OK， 整體人坐起來，我覺得是很待得住人、很舒服的一個地方。是一進來的2個小區域先給到你，別管是自己用，對不對？還是招待客人，都沒問題啊。這樣和你的家庭的活動空間呢，分開不衝突。對，哎，完全分開了。那麼跟着鏡頭再走，如果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客人的话，更好的客人，你可以往這邊來了。OK， 到它的正餐區了。好吧，正餐區你可以看到，它這邊特意是做了一個2層舉架的挑空。哎，這個水晶燈有點漂亮哦。咱們看過很多，其實都是那種塑料，你知道嗎？或树脂很輕，但這個是玻璃的。对，這個燈不是 staging 啊，跟着房子走的，就是你買房子，這個燈是給你留下的。相当可以了，是不是？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非常漂亮一個水晶。在这邊，其實它桌子放的比較散，其實放個8人桌、10人桌都是 OK 的。是，這邊有雙開門，打開了以後呢，可以直接從這邊去後院，面對是正的後院，然後這邊有一個小的過道，是一個和廚房之間連通的準備區。OK， 也比較合理嘛。那廚房餐從這邊就過來了，包括pantry 也在這邊。你看微波爐、烤箱這邊都有，還有小的保溫箱，就放菜的保溫箱，考慮的很周全。但這個樓梯。它等於作為一個背景一樣放在這兒，也挺漂亮的，是不是？就是坡度有點陡一點，是吧？是不是？因為它是屬於它嚴格來講算屬於1折梯，不是那種2折了，對不对？一根直接上去了，是，對不对？然后那邊是2樓挑空的地，從地方這邊也能看到2樓，等於1樓和2樓之間要有一個互動。往這邊過來呢，一個小的通道的地方，那看的就是我們剛才說前院一進門那個橄欖樹，對不对？你要把它真的。點綴成聖誕樹，我覺得特別合適，室內室外都能看得到，放在這個位置。難道你想把它樹換了嗎？就橄欖樹掛一樣嘛，對不對？是。而且我挺喜歡它這樓梯的細節，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你看，跟咱們看的不太一樣。你看它樓梯的細節，你看上面是石板嘛，就木板嘛，但你看它的側面，就下面這邊，全是石頭啊。這個房子狀態非常好，我覺得這是屋主自己住的啊，他是因為搬到西洛杉磯那邊了，所以你說那 OK， 那房子就只能賣掉了，忍痛割愛了， OK， 对不对？鐵藝的扶手也很漂亮，它這個樓梯真挺紮實的，是，對不對？往這邊是過道，去它的 family room 和廚房，從這邊也能走。那我們從鏡頭往這邊走啊，它弄了一個小吧台，你看它很多空間的分割都是石料、木地板之間的一個切換。那往這邊呢是一個吧台的區域。那吧台的區域就很簡單了，放個小桌椅往這邊簡單坐一坐啊，喜歡自己的飲品啊，放在這邊喝個酒，抽個雪茄，聊個天，因為它是一個半密封的空間，就還挺好。這個價位選料真的是扎實哈。我覺得600萬這個價位，說實話，咱比室內啊，我覺得尤伯林的目前市場上你找不到第2棟比這個好的，是吧？就很明顯，因為尤伯林的其實我們一直想來這邊拍房子，但就它達不到我們拍的標準，我們沒辦法拍嘛。對，那這套我覺得是 OK 的。你看，它是馬哈的石料，用的是 leather finishing 高低吧台的設計，然後它這邊整個的櫥櫃系統也做的是非常的好，裡面也是抽拉的設計，冰櫃、酒櫃全部都有。鏡頭再轉過來，看都是通的，它的動線還是不錯。又從木地板過渡回了這個石料，來到這邊，鏡頭跟着我們過來，就是它的重頭戲廚房了。你最喜歡的雙島台是嗎？雙島台沒錯。那照視鏡頭往這邊拉一點，可以看到它的主島台比那個輔導台，你看見沒有，稍微大一點。對，對不對？它是都有講究的。然後包括它把洗碗槽呢放在了靠邊上，而沒放在中間，完美。沒錯，放在邊上我覺得是對的。主導台的這個東西，我是真的不建議放在中間，特別是小一點的，對吧？它就是一個方式的問題。對，因為這個東西大家可能有時候會想，你知道，放邊上水會濺到外面，因為這是小的洗碗槽，真正大的洗東西一般都是放在那邊的。对啊，对，所以這個就是要不要占地方，簡單使用，比較深嘛，因為這都比較深。蔬菜、水果啥的。沒錯，然後它所有的櫥櫃系統裡面其實有很多隱藏的東西，那可以看到，其實正常來講大家都以為是抽屜嘛，實際上都是冰箱。是嗎 ？OK。哎呦，下面那個也是，它有4個凍櫃在這邊 ，OK， 大家都喜歡藏哈，都喜歡融入在一起嘛。然後往這邊來可以看到，也是非常漂亮一個 Thermador 的48英寸的一個6個 burner 加鐵板的一個 cooktop， 標準沒毛病，標準沒有任何問題。抽風在上面，所有的都是用這種木頭包裹好，而且我挺喜歡這些的。那邊也有一個，這邊有一個，就是你。比如煎牛排，對不对？要點黑胡椒了，拿過來，啪一撒，嘣放過去。他们家這個包的很有實木的感覺，你看見沒有？因為它就是實木，是吧？對，
它不像用的很多是那种合层板或者贴皮，完全不一样。完美。我们再往这边走过一点，这就是通餐厅的那个小过道了，动线也是比较合理的。你看它厨房，我没想到的是它，你看它侧面怎么会还有这么宽的一个地方？对呀，是不是？这个比我想象中的感觉要宽得多了，这个地儿很舒服。所以你操作起来，多人操作起来是比較游刃有余一些。对，那这边是它干大事儿的这个洗碗槽在这边，也是能看到后院的，包括冰箱也是实木的感觉。哎，冰箱也是实木，冰箱在那边，非常棒。对，我们过来这边可以看到，整体来讲也是非常的漂亮。这个花纹的台面，就这一片以及这2片，大家其實我們的視頻裡面經常能見到很多都是人造的，它是天然的，很漂亮，2塊，很多仿這種紋理的是很多的。然後它櫃子，你看兩側這邊都是有開門的，不光內側開，這邊也有，所以它整個台面下面全利用上了。小的門把，哎呦，水晶的，細節到位，很漂亮，呀，真的是蠻不錯的。看着嶄新啊，這保養真的很好。人家17年住到現在，7年8年有嘍，對啊，你看這個狀態，沒話說。早餐廳在這邊，一個半環繞的飄窗設計，可以看到後院以及外面的 California room 都可以，採光也很好，坐在這邊吃個早餐也可以，或者，哎，咱就直接往這邊高吧台這一坐，簡單吃個東西都是可以的。還是人跟人不一樣，像我這樣對吧？就是 can't have good things。你要求比較低，只能說，對不對？但是容易壞。你說坐在這邊，要我來講，我可能經常會坐在這兒吃，確實很舒服的一個地兒。廚房整體來講沒有任何問題。鏡頭裡可以看到，身後就是它的 family 區域了。去 family 區域之前，過來一點，哎，趙老師，你有沒有發現它的這個地腳線？哇塞，這麼高啊！哦，是啊，石頭包上來的是。對不對？這地磚直接就鋪上來了，大概有，這有一個什麼那個 Subway 6 inch 吧，差不多有了吧？這就是我們來房子實體看的原因之一，對不對？你在照片裡面怎麼會發現這些細節？是啊，然後這邊的通道過去呢，是通向它的2個車庫，一個是單車庫，裡面還有冰箱；另外一個是雙車庫，裡面還有一個延伸車位，還有櫥櫃，全部都打好了，以及一個 powder room 嘛，給客人使用的是在這邊，還有一個樓下的臥室。也在這邊，尺寸不錯，比如說服務人員啊、招待客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衛生間獨立的，然後一個洗衣房在這邊，挺不錯，也是不錯。它這個 powder room 是重點喜歡的，裡面那個鏡子像淬火的感覺。哦，對啊，是不是？是。然後它當然不是淬火了，只是那種花紋的感覺。然後洗手台那個支撐的也都是銅製的那些東西，很有感。哎，鏡頭再過來，這是他 family 用的，看自己家裡人3-2個孩子往這邊坐一坐，晚上看個電視，把這些啊 fireplace 點燃。哎，這個 fireplace 很敦厚啊，你發現沒有？非常敦厚，所以說我覺得他家用料非常扎實嘛。這個都是一個整 piece 過來的，都不便宜。我們在這邊把房屋的基本信息給到大家，這麼漂亮一個房子，差一點點600萬美金。OK， 哎，5988888，咱就算這個價格好了。然後呢，7個臥室，8個衛生間，室內面積呢7697平方英尺，佔地剛好1個英畝。Nice， 在尤伯林達，很方便的位置，環境也好，城市也好，學區沒話說。尤伯林達高中就在那後面，無人機拉起來就看得非常近。總言之，自己買地自己建，肯定比這貴得多。那是你現在的工程是一定高很多了。就是往這邊轉一點，你看電視櫃全部都是打好的。那從這邊站過來可以看到，我身後啊有一組這種 可以 fold 就折疊在一起的這個大拉門，全部能推到盡頭，直接外面一個超大的加州陽光房。它的後院也是它最大一個亮點，跟我們繼續看一看。來到後院，和大家來分享這棟房子的佔地。你說1英畝的佔地，真的是不小了。是，對啊。你想，有時候我們家院子就挺大了，我們家才1/4英畝。你看這邊，首先出來一個加州陽光房，這個陽光房的縱深也是相當可以了，是不是？室外塔什馬哈的材料貼的這個。不是貼的，就是鋪的這個石板啊，對不對？用的這邊是光滑的 finish，跟室內的完成度不一樣。這邊用光滑的表面，所有室外的櫥櫃、電器、燒烤、烤盤上面的抽風全部都有，包括那邊的熱燈也都有。就晚上你在這邊，哎，加州晚上有點涼的時候，這個季節把那些燈點開也很舒服。往這邊走過來，
整個後院的光線也非常的好，因為沒有遮擋嘛，它後面沒有比它高的建築，放眼望去全是藍天、樹，全是這些東西。對，你看它後院，咱們這個其實就是很多房子出來後面一個跟房子連通在一起的小露台，你看它多寬，超大的一個露台。石料鋪的地面，你要想坐的話，放更多的，比如說戶外的沙發呀、椅子呀、餐桌啊，在這邊擺起來都是可以，沒有任何的問題。這邊的門去到室內的區域全部都可以。往這邊走還有一個簡單的小的花壇，你想種更多的花也可以。你看這邊也有一些放在這些石墩上面的一些擺設的這種盆栽呀、燈啊，全部都有。你看2個樓梯2側下來還挺正式的，做挺規矩的。過來往這邊走，這邊正好是一個流水，常開的。流水下來呢，其實你看咱們剛下來這個地兒啊，Travertine 鋪的這個石板啊，下面是通的，一直能流過去。哎，那像不像小城堡一樣的造型？有點像，是不是像城樓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看它後院的石板啊，后院的地面全是 Travertine 的石料。我天！现在就铺室内，很多人都不舍得铺这么多了，室外都全铺了。想象到美金啊，在这儿横着摆，落呀落呀落呀落，轻着这种感觉，是不是？对呀。然后中间這個地兒呢，哎，一個小的泡池，也有這個流水，你可以在這邊小朋友啊、小 baby 啊，在這邊玩是 OK 的，因為很淺，泡個腳都可以，對不對？從這邊有一個小流水可以流下去，有台階往下走，中間呢也是做了一個觀賞型的泳池，尺寸也是不錯，熱泡池在上面。這個設計非常好啊，還對稱，哎，還是對稱的設計，對不對？給我們鏡頭，我們這個整個後院呢就轉一圈，大家就所有的設施都了解了。因為1英畝的地，咱刨去房子，其實這院子將近要佔了差不多要3/4左右了，對不對？往前面走過來，兩側可以說灌木、樹植被啊都已經圍繞得非常好了，隱私沒有任何的問題。這一側你看不到人家，同時又保證了採光。往這邊呢，就要是稍微跟我上來2步好了，停一下，往後走之前，這我說的熱泡池也是這種扇形的伸出去的結構，也有水可以流下去，有水系。這邊你們輕輕鬆鬆坐個6、7個人一點問題沒有。OK， 沒事泡一泡，對不對？從這邊坐着欣賞你的房子也沒有任何的問題。而且你往這邊過來走呢，還有一個高的觀景的地方，中間放了一個 fire pit， 一個小的欣賞你房子或者說是坐在這邊小篝火，小篝火的地方，和房子也拉開了一定的距離，是不是？很有情調。而這個房子有個小特點，那天晚上我來的時候呢，我發現它這邊4個燈，你知道嗎？都是感應的。哦，是嗎？對，所以它不是那種平時呢就是很低的光氛圍在亮的，但有人過來以後，他說其實晚上這邊還挺亮的。啊，那行。對，你把篝火點，它的院子晚上是相對比較亮的，不是那種燈火通明啊，是那種有氛圍的亮。我們再回來繼續往後面走，其實到這個地兒是它院子的一半吧，應該嚴格來講，對不對？我們沿着這邊是步道了，開始往後面走。後面呢，哎，就屋主嘛，很寵自己的孩子，不管誰買這樣的房子，一般可能都是家裡有小孩有需求的。是。怎麼能沒有一個比較大的 playground？ 一定得需要，一定需要，對不对？身後這邊可以看到啊，你看走幾步就會有一個圓形的，你可以放一個 bench， 小路燈點亮，坐在這邊放鬆的區域都有。所有的這些 playground 的地方就很好了，因為 playground 你用真草就麻煩嘛，來回踩泥土，對不對？人工假草給你鋪好了。很棒，這邊一個跳床，你不需要的換成別的遊樂設施也是可以的。是，再往這邊走，再過來。我開始一度以為這個就是 Costco 那時候一直賣的，大概不到2000塊錢的那個滑梯組呢。後來我自己來了這個房子以後，我才發現，不是那麼回事，不是，這是個定制的，這個太大了。後面你也可以走一圈啊，沒有問題。但你從正面來過來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完整的 playground 的一個系統。低的滑梯、旋轉的滑梯，包括吊橋和這邊的這個叫什麼秋千組啊，全部都有，對不對？關鍵這個吊橋老鼻子淺了，還得稱重。你再看這邊還有這種小的爬牆，全部都有。咱們去看很多小的公園的 playground， 不就這個嗎？是，對不對？但人家是給幾十個、上百個孩子玩的。這是真木頭嗎？這就是給你家自己孩子玩的，沒錯，木頭，對不對？我們再往這邊走，你看那邊。走到這邊也是一個對稱的嘛，跟那邊也有一個小坐的區域。OK， 再往這邊所有它泳池的設備呢是藏在了這後面。然後這麼大的房子，怎麼能沒有一個？咱不能叫 ADU 吧 ，guest house、ADU 都可以，或者pool house 都可以。這邊有衛生間，從這邊開門可以直接進去。
泳池进去洗一下換衣服都可以。OK， 往这边你做成自己的办公室、客房，招待客人也没有问题，瑜伽房都可以，里面都是木地板铺好的，也有镜面。它现在当成一个健身房去展示，我觉得也是非常合理的。完美。我们整个院子走一圈，大家觉得这個房子院怎麼樣？我覺得挺好的啊。其實我覺得這個房子主臥室是讓我挺眼前一亮的，非常有 ins 風，有點。我們進去看一看。上到2樓，你看它是一個幾乎整個樓梯拉上來嘛，對不對？是。這邊只有一個小的轉彎，但你知道，它等於拿這個樓梯組變成一個背景了，就是你在就餐的時候，這是一個很漂亮後面一個背景作為裝飾，是，也挺漂亮。而且你看它地腳線其實走的挺講究的，就是木接木，石接石。對不對？下面那邊石頭地面嘛，然後到這邊過渡的地兒，因為樓梯橫面還有石頭，所以還拿這個石頭給你圍起來。但這邊呢都是接木頭，所以用的全部都正常的劈腳線，細節美。哎，它細節還是比較注意這些東西的，而且看到它整個的就餐區，包括它這邊整個樓梯的舉架的空間上面也是做了很多的 crown molding， 做了一些點綴，就是 drop ceiling 了，也是做得很漂亮。啊，這個燈是不是掛得有點低啊？有一丟丟哈，是不是？小問題，誰買了這個房子，我出錢幫你引上來，行嗎？給你升上去。對，然後你把那個扣給我。對，這個扣估計就不便宜了。又來了，從這邊正面看橄欖樹的地方，小的過道過來，那邊有更多的臥室啊。但是盡頭這邊這個臥室呢，也是個大套間，裡面其實你看過來以後，自己的衛生間，它是一個雙洗臉盆的衛生間。OK， 淋浴房真的是很大的空間，往裡面那個石頭各方面都貼得很好，側面什麼都有，地面也很漂亮。因為這個地兒實際上可以做另外一個次主臥或者大套間的，那它現在只是 staging 成了一個辦公室的樣子嘛。其實你需不需要呢？無所謂，根據自己的選擇了。但是如果作為辦公室，我覺得是可以的 ，make sense。是因為正好和你的所有的那個家裡啊孩子的臥室分開了。OK， 對，而且這邊你看正好是看的是正門，是不是？是。你作為辦公室，我覺得就還真挺好的啊。整個的空間在這邊，後面有一個 fireplace。staging 的畫正好掉下來擋上，其實是一個 fireplace， 所以說作為辦公室也不是不可以，哪怕做一個小的 lounge 坐一坐的區域都是行得通的。這邊還有一個大陽台，拉開了門出去，伸出去一個超大陽台，可以看到自己後院所有的景觀，也是相當不錯的。有什麼貴重的物品你也可以放在這邊，對不對？因為我真的挺合理的，晚上辦個事兒就不影響那邊休息嘛，是對不對？我們繼續看那邊臥室啊。從剛才那個房間出來，透過這個走道，其實需要這麼個挑空的位置啊，會比較舒服一些。我們再往這邊走，房屋呢是有整屋的那個中央吸塵系統的，看看 ，OK， 這有那個開關都有啊。咱們見過很多有Belinda的房子特別喜歡做，對，你別說是600萬價位的，就最便宜的，我100、150、200萬價位的房子我都見過這個東西。這個是住在這兒人的習慣還是傳統嗎？我不覺得是剛需，但是確實方便，是嗎？是，這是中間的區域了。那邊是主臥室，去那邊之前呢，咱們還是老規矩，把臥室就次臥室呢，孩子們住的地方呢，跟大家介紹一下。你看和主臥室正好左右兩側分開了， OK， 也保證各自的生活空間不被打擾嘛。那往這邊走呢，這有2個超大的臥室，它所有的臥室尺寸都非常的好，都有自己的衛生間，裝修也比較講究。臥室尺寸真的是沒話說，都是實木的地板鋪進去的。往這邊走。這邊是另外一個臥室，那同樣尺寸其實都沒話說，這個面積7000多尺，不會說在次臥上給你弄得很憋屈，對不對？是。那麼挑一個還挺不錯的臥室進來，可以看到這是 staging 的樣子，哎，展示出來一個樣，很溫馨，小公主家裡有女孩，對不對？在這邊一坐，小的帳篷或者真是需要是不會放這些東西了，正常放一個床放在這邊都沒問題，自己的櫃子打好，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小飄窗，往這邊一坐，看的是家裡的前院。隱私也沒有任何的問題，不會擔心有人說是什麼窺探到你，沒有問題。這個房子隱私是還好。這個做的還挺好，還有點 shelf 空間，對吧？你就沒事往這邊坐一坐，給孩子念個書。家裡面有老人，這個房子適合3代同堂一起居住的。是，就這個房子，我覺得是幾乎 check 了你對一個600萬房子需要的所有的東西都有了。景觀這個東西，我覺得是可有可無啊，根據人去選擇。因為有景觀的房子對隱私一定會有一定的影響。那同樣呢，你要是沒有景觀的話，你的隱私可能也會好一些。最後看主臥，回到這邊進到主臥室，我們來看它主臥室的空間。主臥室進來以後，完全不一樣了。這個主臥室裝修還挺有意思的。是，因為它牆面刷的是 Venetian plaster，但它刷的是那個光滑的表面，包括這個頂
做的一个特殊形狀的吊頂，很有意思啊。4個角到中間是一個圓星，是不是？是。哎，這個真的是挺有想法的。而且這個東西你知道嗎？我覺得他考慮了，他沒有壓你的床，他在中間的位置，床是在後面。很棒。哎，是不是？我喜歡這。所以我說這房子我一進來覺得，怎麼突然覺得好像 check 了很多咱們華人會喜歡的一些點。是。而且空間也是不小，也沒有說是要傻大。床放在這邊，兩邊床頭燈都是固定在牆上的都有，兩側都有窗戶，外面還有一個主臥室自己的陽台，沒事跟你的愛人，對不對？出去坐一坐，晚上喝個茶，喝個咖啡，對不對？早上起來喝個橙汁，看個報紙都可以。整個後面都在眼前，而且我一眼望出去啊，看不到房子，隱私還是不錯的。這邊是它一個主臥室進來小的會客區域。主臥室其實稍微有一點點偏現代了，你發現沒有？其實房子進來是一個比較 classic 或者 contemporary 的感覺，是。它主臥室稍微有點現代感了，包括你看這些壁爐，這些整個的石料，以及這個門，就是很喜歡哈，觸感非常好啊。哎，做的是那種不光滑的表面，對呀。但它的細節呢是反面，就是浴室這邊啊。考慮到水汽，你要清了要刮好清潔嘛，這邊就做的光滑的，想得非常合理。然後過渡過來，這邊到衛生間就是石磚了。馬桶的空間呢，你看就是磨砂了，保證一定的隱私。然後牆面呢也是 Venetian plaster 一直刷進來，到這邊就變成石頭了嘛。衣帽間全部搭好的白衣櫃非常漂亮，空間也很好，絕對夠用。往這邊走 ，Steam shower。非常大的空間，可以同時滿足2個人在裡面同時淋浴都可以，也是帶這種 steam 的可以濕蒸的功能出來。上面小的換風口也都有，裡面地面全部都是石料，包裹的很好。而且有個小細節，我想要不要說呀？你看，就咱們很多看的那個 steam 那個蒸汽啊，都是從下面那種地方出來的嘛。OK， 一個小圓的那噗噗蒸汽出來的嘛。很多咱們看的房子，它是放在你站着淋浴的。就旁邊腳邊的 ，OK， 很近，會燙，燙腳是吧？那個會有時候燙到的。這個嵌入了一點。哎，它是坐在裡面有一個空間的，它就不會直接避免你正好離得太近會燙到。講究，它是有考慮到這些。其實咱們看的很多房子沒有，其實不好，給人點出來人家不好的地兒了，對不起，對不起。好地兒再說，但還是要稍微講究點的啊。是講究。然後這個東西，左右2個洗手台。男女分開使用，這邊一個簡單的化妝台，一個窗戶採光也能看到自己的後院一些東西。這個燈我挺喜歡的。2個水晶吊燈還挺正式的，坐在這邊，而且它這個衛生間裡面的 crown molding 也是用的跟地磚同樣的石料，很不錯。最後這邊放了一個按摩浴缸，也是這個 oval 的形狀 freestanding 的放在這邊，也是挺漂亮的，對不對？遙控器在那邊，平時的什麼肥皂啊。熏香啊，精油啊，都是放在那一層，很舒服。整個房子為大家介紹完了。今天這棟房子從裡到外，從白天到晚上已經和大家完整的分享完了。確實，這棟房子可以滿足很多日常需求的一些點，包括一些奢華的點，全部都能給到你了。是。那麼視頻的最後呢，如果希望我們分享更多類似的房子給大家，一定記得點讚、關注。我們下期再見，拜拜，拜拜。